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接着昨天的旅行，探寻了高知縣內最清澈的水源。今天我將返程回到高知市，尋找這座城市的魅力。高知市是坂本龍馬的故鄉，也是四國南側最大的城市。這裡沒有東京的繁華，也沒有京都的古典，卻有着屬於自己的節奏與魅力。今天就去看看這個被低估的城市。現在從高知市區開車開了將近1個小時，來到的是附近的叫做須崎市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是須崎市的浦內一個小的海灣，然後在這邊有一個神社叫做明無神社。這裡特別漂亮，先看一下這個小小的海灣好了。這個海灣叫做浦內海灣吧，应該是。然後在這個海灣裡面，遠處也有人在玩那個槳板，還玩那個皮划艇，好像。進去看一下。这個地方基本上公交車都沒有辦法到達，所以是開車過來比較方便。往前走就是這個明無神社的這個主殿了。它外面有一個介紹，過來看一下。哇，它這邊多語言介紹做的還挺詳細的。竟然還有法語誒！它這邊外面的有一個鳥居是面向大海的，這個好漂亮。明无神社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相傳創建於平安時代以前。如今的神社則重建於1663年，並被列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產。這座神社最大的特色就是面向大海而建。過去當地的居民主要依靠船只往來，因此前來參拜的人們也是從海上抵達神社。直到今天，這裡依然保留着這種獨特的海上參拜格局，也因此有着土佐公島的美稱。站在這裡，看着鳥居、參道與大海連成一線，仿佛還能想象幾百年前人們乘着木船緩緩靠岸，在這裡祈求一趟平安歸航。现在開車大概開了有40分鐘左右，回到了高知市。到的地方是貴濱海邊，這裡有一個坂本龍馬的紀念館。這裡還有一座雕像，因為坂本龍馬的故鄉就是高知縣，來這裡參觀一下坂本龍馬紀念館。因為坂本龍馬這個人物在日本的江戶時期算是非常非常有名了。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吧？應該。1836年，坂本龍馬出生於土佐藩，也就是今天的高知市。雖然出身下級武士，卻在日本幕末時期成為推動時代變革的重要人物。他積極奔走於各藩之間，促成了長期對立的薩摩藩與長州藩的結盟，並提出了後來影響日本近代發展的傳中八策，為推動明治維新奠定了重要的基礎。然而，就在新時代到來前夕，坂本龍馬於1867年在京都遇刺身亡，年僅33歲。雖然他的一生短暫，但深深改變了日本的歷史。而今天漫步在高知街頭，依然能感受到這座城市對這位故鄉英雄的懷念與驕傲。現在已經回到市區了，然後準備去吃午飯。就在路對面有一家
砂鍋拉麵，據說是高知的一个特色，去吃一下。但感覺天氣很熱，吃砂鍋拉麵應該會滿頭大汗吧。這家店就在高知站附近，叫做千秋，好像還挺有名的。現在暫時沒有等位，只能用現金來付款。門簾還挺可愛的。吃完了，真的很熱，但是挺好吃的，是那種醬油口味的，但是非常的鮮，而且不鹹，推薦一下。如果有機會來高知的話，可以嘗一下這個。現在來的地方是高知縣立美術館。我每次來旅遊的時候，都比較喜歡逛這些美術館的地方，因為感覺每一個美術館都是當地的一種藝術名片，很有當地的特色。這個建築物也非常的漂亮，它的外立面是專門做舊的一種灰色，然後整個建築物看上去像是日本那種比較古代的那種倉庫的一個樣子吧。然後在這個美術館的外圍也用了一個水的元素吧，有一點像當時去過的那個越後的那個美術館，在十日町的那個越後現代美術館有點像，不過這邊是做成了一個廊橋的一個水池加廊橋，然後配合着旁邊的這個算是有一點點江戶時代的那種建築。高知縣立美術館於1993年開館，由日本設計公司參與設計。整體建築大量運用了土佐灰泥等高知當地建材，潔白厚實的牆體、深灰色的瓦片和牆面，再配上方正沉穩的輪廓，讓人很容易聯想到日本傳統的倉庫，既保留了當地特色，又融入了現代建築的設計理念。而圍繞建築四周的一圈水池，讓整座美術館仿佛靜靜漂浮在水面之上。光是站在這裡，建築本身就像是一件藝術作品。現在在高知縣立美術館有一個特別的展覽，是這個麵包小偷展。這個是從一個繪本上面出來的人物，非常的有名。然後它的時間是7月18號到8月30號。如果在這段時間來高知縣玩的話，可以過來看一下。看完了，裡面還可以蓋章。然後還可以買這個周邊，我買了一個插牙刷的，非常可愛。現在來的是高知城，它裡面還有這個天守閣，上去看一下。外面是它的這個護城河，這個河水應該是死水吧，都已經長綠藻了。這個好像已經是被認定為國寶了，叫做國寶高知城，是在昭和25年被認定為國寶的。哇，天哪！走到這個天守閣那邊去，需要爬這個台階上去。大熱天的，
进去天守閣是500日幣，然後上面是沒有洗手間的。哦，它的真的每一阶台階都非常的高。它這個叫做高知城懷德港。再来看一眼，成人是500日幣，然後9點到17點，最終入館是16點30。順便說一下，有很多支付方式，信用卡和日本的这個電子錢包都是可以支付的。這個就是它的天守閣了，上去看一下。這個是土佐藩的這個徽章，是3片柏樹葉子組成的一個圖案。然後這個是以前的轎子吧，好像是，好小啊。它這個外圍走廊這邊其實是可以看到，高知市的市區，還有周圍的這個群山。因為這個高知城其實它的地勢還是蠻高的。然後它那邊外圍的這個圍牆上有2條小的縫，是可以看到外面的。據說這個是用來，監視外面有沒有敵人進來，或者是從這個窗的這個縫裡面，發射這個鐵炮，對，打仗的時候用的，就發射武器的一個小窗口。其實還有一些其他形狀的，也是這個作用。現在準備爬到最上面去，這個是木造的樓梯，非常的陡。在畫面裡面可能很難感受到這個陡的樓梯。一般天守閣的這種木質樓梯都非常陡，回過頭看一眼，幾乎是屬於一個垂直的狀態。這裡有一個90:1的一個樣貌，高知城的這個整體的一個狀況。高知城始建於1601年，由土佐藩初代藩主山內一豐主持修建，歷時10多年才最終完成。與日本許多城堡不同，高知城的天守、本丸、御殿等主要建築，至今仍保留着江戶時代的原貌，是少數天守與本丸、御殿完整保存至今的城堡。站在天守閣俯瞰整座高知市，還能感受到這座城市400多年來的歷史變遷。而這裡也見證了土佐藩走向幕末，並孕育出坂本龍馬等影響日本歷史的重要人物。站在天守閣眺望高知市，眼前是今天的城市，而腳下是400多年的歷史。现在從高知城下來，然後走去高知市區比較有名的一個小的市場，叫做広め市場，去看一下。不過白天可能沒有那麼熱鬧吧，傍晚的時候，那邊還是挺熱鬧的。白天人不是特別多，晚上的話人會更多一點，主要是賣一些小吃啊，然後還有這裡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海鮮。高知縣的酒也特別有名，特別是日本酒，因為這裡的水質非常的好，所以很適合做日本酒。這家是賣酒的。琳琅滿目的。這一家也是吃這個砂鍋拉麵的，大家都是來這裡買海鮮，買一些特色的食物來吃。因為外面實在太熱，所以我買的是西瓜跟哈密瓜。
量不是很多，1200日币。这两个都是高知县产的，尝尝看什么味道。挺好吃的。这里发现了一张高知县酿日本酒的这个酒厂，大概这里标注的是18个地方，非常非常多，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品牌。下面就是它这个品牌的酒了。来到弘仁市场，这裡沒有拘謹的用餐氛圍，來自不同地方的人也能圍坐在同一張長桌，聊天舉杯，各自享受美食。此外，高知自古就有着酒國的美譽，不僅盛產日本酒，更孕育出了一種獨特的飲酒文化。對高知人來說，喝酒從來不只是品嘗美酒，更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交流感情、分享快樂的方式。而這種豪爽與熱情，在弘仁市場能最直觀地體驗到。現在已經到達高知站了，然後剛剛下過一場陣雨。這裡還有麵包超人的列車，因為高知縣是畫這個麵包超人這個作者的故鄉，所以這裡有很多麵包超人。他這邊的那個發車的那個聲音鈴聲也是麵包超人的主題曲。現在先去酒店辦一下入住。這次訂的酒店就在車站旁邊，就在這個畫面裡面正對面的地方。房間就是一如既往的小，然後配備的是一個小雙人床，加上一個寫字台吧。現在走在高知站前的一條主幹道上面，然後準備去吃晚飯。這個主幹道上面種了很多椰子樹，有一點熱帶的風情。然後今天晚上準備去吃高知縣比較有特色的煎魚，是用稻草吧，用稻草烤過的，是高知縣的一個特色。下過雨之後，傍晚有一點微風，還是挺涼快的，而且現在天氣變得還不錯。就在谷歌地圖上，我隨便找了一家分數還不錯的一家店，就在這裡啦。看一下外面的圖片。火鍋了。點了一份4萬石川的河蝦，炸過的，看起來還不錯，外殼應該是脆脆的吧。這個河蝦的鉗子都好大，這麼大一個。他要開始準備烤魚了，用這個稻草來烤魚。這個就是剛剛烤好的魚，外面一圈是烤熟的，然後裡面像生魚片一樣，
配着蔥和大蒜片，還有洋蔥絲一起吃。旅行即將結束，高知最吸引人的地方，並不是某一處風景，或是某一道美食，而是無論面對大海、歷史，還是一杯酒，他們都活得坦率而熱情。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影片再見。